娘亲，爹爹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我和丁一成婚的第5年，还在外面养了个外室。爷这几日出门必到铜驼巷，住在里面那位似是怀了身孕。夫君，这位是？这是我新请来的顾嬷嬷，照顾夫人孕期是把好手。夫人如今有了身孕，吃食上许多禁忌，日后服侍更要仔细。老婆子谨记，爷对夫人啊可真好。吃个杏脯压一压啊。前期孕吐是正常的，熬过这一阵，到后面就好了。孕子不易，辛苦我的妈儿了。有夫君陪着，哪儿不辛苦？当年我怀潮儿的时候，她可不像这般气定神闲。那时孕期艰难，偏我又体虚气弱，还厌食，瘦得皮包骨头，孕肚高隆，瞧着骇人。她亲自下厨，每天变着法儿做药膳，绞尽脑汁，就为哄我多吃一口。小祖宗，好娘子，咱就再吃一口，就一口，好不好？哎，真乖。娘亲怎么哭鼻子了？是不是外面打雷？娘亲害怕呀。摸摸头，潮儿是男子汉，会保护娘亲的，娘亲不怕。为什么你要爱我，又要背叛我，用尽深情，又要辜负我？下着这么大的雨，路也不好走。啊！打雷了！乖，回屋去，别着凉了。夫君今晚就留下来陪陪我和孩子，好不好？一晚就好。那一夜，他一夜未归。我与丁一青梅竹马30年，历经坎坷才走到一起，最认情深意切。可人心如烛火，明暗不定，不知道哪一刹，忽然就灭了。放这里。夫人，那一盆放那里。这些菊花开得真好，过几日便是重阳节了吧？昨日在友人家聊得忘了时间，天色已晚，大雨滂沱，主家盛情难却，我就在那儿留宿了一晚。可是让夫人生气了。哪位友人？好好谢谢人家。自然。潮儿呢？爹爹，还有糖花。潮儿怎么成小花猫了？我在学写字呢。这么厉害啊！那为了奖励你，我们先去把小花猫的小脸和小爪子洗干净。爹爹还给你买了栗子糕，待会儿和娘亲一起吃。好。夫人，爷他又一个人前往铜驼巷去了。不送了，回屋歇着吧。晌午回来用膳，我让顾嬷嬷做了冬瓜炖羊肉。好，小家伙乖乖的，不许闹娘亲。拿东西了吗？夫人。湘南，好久不见啊！不请我进去坐坐？夫人，请进。我想过很多种可能，住在这里的女人会是谁？真是万万没想到，是你呀！
夫人，这位是……如今你也成夫人了。香蛮不敢。顾嬷嬷，给夫人上茶。你给我泡吧，和以前一样，要7分热的。自从你走了之后，我身边这些丫鬟是没一个中用的，茶都泡不好，还是你伺候的说行。我家夫人怀着身孕呢，贵客上座，老婆子这就给您上茶。我如今是使唤不动你了。夫人贵人多忘事，香蛮半年前便被放还自由身，不是您的婢女了。香蛮12岁被卖入杜府，被我娘指给了我做婢女，我们一同长大。她曾是我最信任的心腹。半年前，你找到了家人，也是机缘巧合有了信。夫人，奴婢斗胆，想离开桃李系，回故土寻亲，不想再见我爹娘一面。这是奴婢这些年攒下的积蓄，想为自己赎身，求夫人开恩，放奴婢出府。说这些，找到了家人是好事，卖身契我还给你，积蓄留着吧，路上做盘缠。奴婢叩谢夫人慈悲。回故土寻亲？我怀着身子站不住，夫人自便。什么时候怀上的？4个月了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和丁音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夫人和夫君青梅竹马，我和夫君也是年少相识啊。夫君啊，我一开始是唤他爷的，他不爱听，跟个孩子似的闹脾气，非要我唤他夫君。你知道的，他不依不饶起来的那股劲儿啊，缠人的紧。贱人，贱婢，你敢碰我！夫人，这里是我家，轮不到你撒野。我怀着孕呢，惊着了，只怕你对一郎不好交代。你以为攀上了丁义，你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？你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小到大，你每回惹一郎生气难过，不都是让我去传信道歉哄他吗？至于第一次越界，去年冬天，你生辰的前一日，你和他大吵了一架，又让我去传话。我看到他在喝酒，孤独又落寞，于是我就陪他喝了2杯。他吻了我。原来你这么早酒，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那一吻是个意外，那夜过后，我就没想再跟他发生点什么。可是夫人，是你不放过我，是你不放过我。香蛮，你跟着我这么多年，到这个年纪也该有个知心人了。府里这么多小厮，你挑个喜欢的，我做主帮你把婚事办了吧。你对我好吗？或许吧，可是你对我好有什么用呢？我还是只能当你的丫鬟，一辈子低声下气的伺候你，被你一句话只给府里的小厮为妻。奴才配奴才，再是个小奴才继续伺候你。夫人，我受够了这样的人生。可是我本来就是个丫鬟，不该生出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，对不对？被你看不起的丫鬟抢走了心爱的男人，夫人才更应该愤怒。可是怪谁呢？是你自己留不住他的心。一郎知道你善妒，我的卖身契又攥在你手里，若是我们的关系被发现，只怕你会打死我，所以才设计借寻亲的由头，让你放还我自由身。离府后，我就被他安置在这里。他不回你那儿的那些时间，大多都在我这儿。这里是我和他的家。无耻！你们2个奸夫淫妇，狼狈为奸！杜林，你想对蛮儿做什么？丁义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顾嬷嬷前日找到了我，说有人来这为难你。
没事吧？无妨，我还能把它吃了不成？香蛮怀着身孕，有什么你冲我来。你先回房，我同他说。夫君，乖，听话。你不觉得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千错万错，我一人之错。香蛮只是个弱女子，你不要为难她。你对她还真是情深意重啊！你放心，香蛮会一直住在这儿，不会进府碍你的眼。你这是要让我装聋作哑，容忍你在外面还有另一个家？丁一，你为什么背叛我？丁一，你为什么背叛我？灵儿，你听我说，香蛮是个恭顺的，她性子软，只要你不来找她，她不会主动上门去同你争什么的，她连名分都不要。我的夫人只会是你。为什么背叛我？为什么背叛我？我只是想要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孩子，我错了吗？潮儿不是你的孩子吗？潮儿是我的孩子吗？杜林，你和别的男人生下的儿子，我都为你养了4年了，我能忍，你为什么不能？丁一是我的竹马，但是在嫁给丁一之前，我还有过一段姻缘，那是我最不愿意提及的一段过往。8年前，我爹行商途中不幸遭遇天灾，暴雨山崩之下，音讯全无。我认定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不顾母亲阻拦，前往灾发之地寻找父亲踪迹。也就是在益阳境内云梦山，我遇见了一个男人，他是本地人，父母也死在那场天灾里，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。方才是怎么上山的？怎么走着走着走不回去了？小姐，照这情况看，咱们好像是迷路了。外乡来的，这山路可不好走啊。要是你愿意给我50文，我可以送你们下山。本小姐给你10两。这么多银子，我拿着可是良心不安啊。接下来几日，我们可能还要去很多地方，你来带路。叫什么名字？杨谭，杨柳的杨，昙花的昙。一个男人怎么取个花的名儿啊？哎，走这么急，你带路还是我带路啊？这山上可有蛇啊！树杈子。后来我在云梦山的那段时间，杨谭一直跟着我，跋山涉水，陪我寻找父亲的踪迹。这水没多深，趟过去就行了。走啊！鞋袜都湿了，待会儿还怎么走路啊？而且这水里，谁知道有什么咬人的怪东西？那怎么着？我下山找个轿子，给大小姐您抬过去。上来吧。哎，小姐娇嫩，这才走了几步路，脚都磨破了。我好像在云梦山做了一场荒唐又放肆的梦，梦里爱上一双黝黑锐利的眼睛，像山野的狼盯着我，吞掉。够了，到此为止。我带着父亲的遗骸回到了桃林溪，以为从此再没可能见到他，可不过半个月，他竟然出现在了杜家。
小的是新来的护院，从今往后，小姐就是我的主子。可我知道，我们之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。为什么来这儿？你想赖上我？我想见你。如果说在云梦山是一时心动，星星之火尚能扑灭，我真的没想再与杨谭有什么瓜葛。那他留在杜甫的那段日子，就是死灰复燃。我第一次那样喜欢一个人，爱意大似燎原，一把烈火烧得我失去了理智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要嫁给这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？他除了有张脸看得过去，他还有什么好的？娘，杨谭他对我很好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他对你好，他全身上下凑不出来你一只簪子的钱，他对你好有什么用？琳琳，当一个男人连1000两都拿不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是好到为你倾其所有，也好不过这1000两的价值，你明白吗？可您当年嫁给我爹的时候，不也是白手起家吗？况且杨谭没钱我有，爹爹生前说过，他将杜家所有的家业都留给我，为的就是想让我此生不必为银钱受困，自由自在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你为了杨谭，我和母亲大闹了一场，母亲拗不过我，最后还是松了口，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。你既然双亲已故，孑然一身，不如以赘婿之名嫁给琳琳，如此我杜家出聘礼也不为难你。好，我答应。你真的愿意吗？只要能和小姐在一起，别说要我做赘婿，要我做什么，杨谭都心甘情愿。心垂眷恋又为君此夜，似梦非梦，啼乱山雀。杜林，今日你大婚，我祝你别后悔。这什么词儿啊？哪有你这样祝福人的？后来我才发觉，他那日离开的背影有多落寞。在那段我满眼都是杨谭的日子里，丁义就像那些画本子里写的求而不得的男配角，竹马敌不过天将，黯然离场，躲在暗处默默地注视着我，怀揣满腔真心，我却看不到他。杨谭许是比我更早看穿了丁义的心思，在他有意无意的争风吃醋下，成婚后，我和丁义疏远了许多。醋坛子，我和他只是寻常朋友。这位是在杜家做了10年的老掌柜，以后你就跟着他学做生意。我知道母亲对杨谭仍有不满，他也很想向母亲证明自己，便将手中的商铺交给他来打理，却不曾想这一放权，养出了他的狼子野心。杨谭每日忙碌，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。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？我忙了一天了，真的很累。但是每一次争吵后，他都会主动来求和，低眉软语的把我哄好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凶你。不哭了，琳琳乖，不哭了。可不知道是从哪一次开始，他突然不来哄我了。他对我忽冷忽热，我越来越需要他，他却越来越冷落我。我开始反思，是不是真的是我太无理取闹，伤了他的心，角色颠倒，变成我去哄他了。不可否认的是，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很爱杨谭，为了他患得患失，心力交瘁，憔悴不堪。他是谁？你闹够了没有？真是难得，大小姐也有这么狼狈的时候啊。杜林，你后悔了吗？
新任郡守上任彻查贪腐之案，查出杨谭勾结贪官，暗行贿，在背地里做见不得光的勾当，捅出了大篓子。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我早就受够了当杜家赘婿的日子，你和你娘轻视羞辱我的样子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短短5年，我心爱之人面目全非，甚至牵连整个杜家都被置于险境。接二连三的打击下，我浑浑噩噩，茫然无助。别怕，还有我在。是丁义伸出援手拉了我一把，帮杜家渡过了难关。那时的丁义对我而言，就像是深渊里的一束光，帮了我这么多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以身相许吧。别说笑。没说笑。没说笑。没说笑。3年前你嫁给杨谭的那一日，我在宾客席看着你一袭嫁衣似火，与他拜堂成亲，满脑子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，带你走。可是那时你望着他，笑得那样幸福，我觉得我连抢婚的资格都没有。年少情窦初开之时没能问出口的，眼睁睁看着你嫁给旁人时仍没能问出口的，此时才问你，会不会有些晚了？可我还是想问问你，大小姐，这一次要不要跟我走？丁义，我不爱你，这对你不公平。我与丁义的婚事是丁义求来的，他那时爱我，就像曾经的杨谭深深地爱着我，对我无微不至，扶小作地。我那阵子郁结在心，卧病在床，他3跪9叩登上灵岩寺，虔诚祈愿佛祖保我平安。可笑的是，他拿着护身符马不停蹄来见我的那日，我却被诊出了有身孕。娘，杜姨，灵儿腹中的孩子是我的。丁义他娘本来就是不愿他娶我一个2家女，若是得知我腹中孩子是杨谭的主，更不可能接纳我，所以丁义就那么傻得自断后路，认下了这个孩子。而我看着他艰难为我求来的护身符和那双通红炙热的眼睛。没关系的，灵儿，你不爱我也没关系，我爱你就够了。我会把这个孩子视如己出，让我照顾你和我们的孩子，好不好？我怀潮儿的时候，都是丁义在照顾我。如果说成亲前我是真的不爱他，那婚后的我便是在纵容着他一点点抹去杨谭留在我心上的痕迹，然后满心满眼都塞满他的身影。潮儿一出生便随了他的心，那孩子的真正身世从此成为秘密。在我眼里，在所有人眼里，丁义就是潮儿的父亲。我生潮儿时身子不好，留了病根，后来2年迟迟未能再有身孕。这药苦，别喝了。调理身子的良药苦口，说明有用。怀不上更好，那样的孕子之苦，我可不想夫人再受第2回了。傻瓜，我们不是已经有潮儿了吗？够了。傻瓜，我们不是已经有潮儿了吗？够了。你看啊，那时的他字字句句都深情，
可就是这样一个爱我的男人，这样爱我的人，光景逝去后，又是面目全非。小满，我不爱他。爷以前很爱夫人，昔有佳人，寤寐求之，求之不得，催心断肠。可一朝如愿，竟不过如此。杜林，你也为我想想好不好？我已经给你和另一个男人的儿子当了这么久的便宜爹了，难道100年之后还要将我的家业也全部留给那个野种吗？我只是想要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亲生血脉，我有什么错？野种，你从来都没有把潮儿当成过是你的孩子。他本来就不是我的孩子，他身上流的是信阳的血。可你当初明明说过，你会将他视如己出，你亲口说的潮儿是我们的孩子。是啊，我当时爱你吗？当时年轻气盛，觉得无所谓。可是人是会变的吗？只要能和小姐在一起，别说要我做赘婿。你问我为什么？要我做什么？我早就受够了当杜家赘婿的日子。你和你娘亲是羞辱我的样子。关系的灵儿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不爱我也没关系，我爱你就够了。当时年轻气盛，觉得无所谓。我会把这个孩子视如己出，让我照顾你和我们的孩子。可是人是会变的吗？变的吗？一样的。原来不是原谅了。杜林，我从16岁开始喜欢你，我把你当大小姐，捧着你，追着你，宠着你。可你呢？你跑去爱上一个论家世、论才学、论哪里都比不上我的穷小子，输给那种货色，我真是不甘心呐！更好笑的是，你居然还被他玩了！在我面前高傲不驯的大小姐，为了另一个男人患得患失，哭得狼狈不堪，我见了很恼火。我以为你总该后悔当初没选我了，我大发慈悲娶你，可你却说你不爱我，你还是不肯嫁给我。我越想越气，这里堵着一口气。婚后我伏低作小，我卑微乞怜，我就盼着你能看我一眼。可你还是那副冷心冷情的样子，我怎么都走不进你的心。我以为我们就要这么耗下去一辈子了，可是突然有一天，我回到家，看到你对我殷勤温柔，你问我累不累，你让潮儿叫我爹爹，你主动吻我，你的眼睛看着我，也许连你自己都没有发现，那个眼神和你从前看杨楠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杜林，你爱上我了啊！我突然就觉得一个二手货玩起来挺没意思的。杜林，是你逼我把话说得这么绝的。香蛮跟你不一样，我是他第一个喜欢的人，也是他第一个男人。原来你当年三跪九叩求神拜佛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这些，
真是难为你了。你说你心里这么嫌弃我，面上怎么还能跟我做深情夫妻？就装的不累吗？丁一，当年是你求着我嫁给你，你又何苦把我拉上深渊又推下去？心算着一场听见此深夜，双人飞，白璧不可长情烈，劝我情字怨念，不可不断绝。相会间，一段两不岁月而断成。这个世上最愚蠢的行为，就是一个女人把她的希望、真心乃至人生寄托到一个男人身上。他想推你下深渊，只需要和别人睡一觉，那么简单。什么爱不爱的？这个爱你，那个爱你，世上哪有那么多爱啊？哎呦，夫人呐，人间风月，男欢女爱，寻爱难得，可寻欢呐。那不是信手拈来吗？公子们都出来吧。夫人看上哪一位，随便挑。只能挑一个。哎呦，这话说的，只要夫人想要，全给留下来，也是他们的福气。就是这赏钱嘛。哎呦，公子们，今天晚上使出看家本领，把夫人呐给我伺候好了。姐姐喜欢听曲儿还是观舞啊？我给姐姐跳一段，姐姐赏个眼吧。那我给姐姐唱一段南浦乐吧。南浦乐有什么好听的？要唱啊，就唱18摸。对，要唱就唱18摸。姐姐，你看，他们就会欺负我。好，唱跳。好嘞。交汇间，一段两不岁月而断成语言。姐姐，这样饮酒多无趣啊！美酒应当这么喝。也就觉像一滴血落在最年轻的脸。哎，姐姐怎么耳朵都红了？是我捏得太重了吗？哎，那我轻点。姐姐，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？我们谁输了，谁就亲你一下。姐姐要是输了，你就得轮着亲我们每人一下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不能直接认输吗？姐姐先亲我。什么嘛，姐姐还要为情买醉，可恶的狗男人，有了姐姐还不知足。姐姐莫要难过了，叫人见了好心疼的。姐姐，过来。姐姐，我在这里。姐姐。姐姐，年轻男孩们的声音、身体和热情，像什么呢？像春雨与野火共燎原，一边润物温柔，一边猛烈炙热，一边让你生，一边让你死。销魂荡魄，自此不知朝夕与悲喜。姐姐，十里莲花巷，极乐销魂窟。我今日也算是见识到了。杜林，你在干什么？姐姐的桃花债好多呀，怎么又来一个争宠呢？这位哥哥也是来与我们同乐的。杜林，你疯了吗？公子这话说的好生无理，你自己身旁还跟着美人，怎么换成姐姐？就是姐姐疯了。这莲花巷可没有只许男人寻花问柳，不许姐姐找乐子的规矩。哎呀，但说好凶哦，怪不得姐姐不喜欢你。姐姐喜欢我。乖。杜林，喊什么？
扫兴！哼，我还以为你对香满有多少真心呢，口口声声说着他的男人只有你，你的女人可不止他呀。小情人怀孕这段时间，你也没少来莲花巷找乐子嘛，常客啊。或者更早以前与我做恩爱戏码时，你就已经在暗地里左拥右抱了。杜林，我们两个之间还有必要搞什么守身如玉吗？你嫁给我的时候都不知道被人玩了多少遍了。我从来都没有逼你为我守身，婚事是你求的，爱我是你说的，是你一遍遍对我说一生独一，情深不负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丁烨，你真让我恶心。够了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你已经是当娘的人了，你把潮儿一个人留在家里，自己跑到这儿跟这群官厮混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良心何安？潮儿有我娘照看着，用不着你费心。况且同样的事情，我做是不知廉耻，你做起来怎么就那么理直气壮呢？跟我回去！哥哥与姐姐聊天我们管不着，但你要是对姐姐动手，我们可不答应。你是什么下贱东西，也配这么跟人说话？放开！哼，我看你倒像个碍眼的脏东西，把它给我扔出去。今晚的赏钱，姐姐翻倍。杜林，那借你报复他一下。我的荣幸。银钱撒完了，但你们放心，姐姐从不食言，说翻倍就翻倍，明日会有人送银子来的。姐姐，我是红官人，卖身的。但你放心，我们接客都有做错事，我没脏病，说不定比你那个烂桃花还干净呢。如果那个吻姐姐还满意的话，要不要跟我试试？别的不谈，你这么坦诚，是比那些表里不一的干净多了。那姐姐是答应了。各位，对不住，姐姐今晚是我的了。时间还早着呢，我们再陪姐姐玩一会儿嘛。就是，前半夜是我们的，后半夜才是你的。耀灵，让你不给姐姐唱十八摸，姐姐都被荣誉抢走了，你快唱呀！一摸摸到姐姐压鬓坠钗，眉黛修偏，雪腻酥香芙蓉娇，是这个词儿吗？好了，你们快放我下来！那日之后，我娘成了莲花巷的常客。那天晚上的8位公子，青阳耀灵、和风荣羽、白露暖空、素月流天，都成了他的情人。再后来，我娘为他们赎了身，把他们带回了家，还给他们取了个团名，叫8朵金花。而他的日常就是点兵点将，见到谁，谁晚上就侍寝。男人这种东西，消遣可以，寄托真心却是万万不行。这世上总有些人没了爱就活不下去，可我杜玲不是那种。娘，我又要和离了。唉，你想好了？再离一次，日后可就再难嫁出去第3次了。我不会再嫁人了。明明经过杨谈那次就够长记性，我却蠢得在丁义身上栽了第2回。那潮儿怎么办？潮儿的身世只有我、丁义和我娘3个人知道。他从生下来便一直把丁义当作亲生父亲。我不会为了孩子困住自己的余生。况且丁义觉得潮儿是野种，他配不上潮儿对他的辱没之情。潮儿，来娘这里，
娘亲，潮儿这几日一直住在外祖母家，想不想回家呀？不想。为什么？在家里，爹爹不回来的时候，娘亲会哭鼻子；爹爹回来了，娘亲就偷偷哭鼻子。娘亲总是很难过，潮儿见了也好难过。突然见不到爹爹，潮儿也有点难过。但是娘亲难过，潮儿会更难过。潮儿想，如果不见爹爹，娘亲就不难过，那潮儿难过一点也没关系的。娘的潮儿怎么可以这么懂事啊？潮儿是男子汉，要保护娘亲，不可以再让娘亲哭鼻子。和离书，我不同意，我没想和离的。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香满他只是外室，不会同你争抢主母之位。他腹中孩子生下后，也会认在你的膝下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没有帮渣男贱女养儿子的癖好，丁义，我有时候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。厌恶我又要娶我，背弃我又不肯放开我。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你不应该苦苦哀求挽回我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冷漠苦淡的放弃我？哼，我觉得呢，丢垃圾还是要利落一点，留久了我膈应。凭什么？明明当初杨谭冷落你的时候，你不是一心求他回心转意吗？现在换成我犯了一点小错，你就毫不犹豫的弃如敝履。我在你心里从来都比不过他。朵琳，你到底有没有真心爱过我？我没爱过你，就不会给你这次伤害我的机会。你自诩对我情根深重，怪我不爱你。那你呢？你明知我被背叛过一次，那时的我有多痛苦，你亲眼见过。可你还是选择了背叛我，还想让我来哀求你。你的爱就是通过折磨我来满足你那变态的内心吗？你觉得我在你之前有过男人，你不满要去找其他女人，那你就去找啊，没人拦着你。只是你不要再假装深情抓着我不放，睡着别的女人还嫌我不干净，当完婊子又要立牌坊，未免也太令人作呕了。朵琳，夫妻一场，别闹得太难看。把字签了，我们去官府解除婚书。不会跟你和离的。婚书解除，典礼尽断，一别两宽。成婚第5年的冬天，我和丁义和离了。虽然他万般不情愿，但是养在铜驼巷的那位挺着大肚子闹到了他爹娘跟前儿，还把潮儿的身世也告诉了他们。为了丁家的香火，丁家二老逼着丁义签了和离书。你是怎么知道潮儿的身世的？丁义告诉你的。夫人怀小少爷时，我还是你的贴身婢女啊。虽然夫人很谨慎地瞒着我，但香满也不是傻子。我倒是没想到你还有这般手段。夫人谬赞。可惜用错了地方。一个女人若是将她的一辈子压注在一个男人身上，往往会输得一无所有。恭喜你跳入虎狼屋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香满也恭喜夫人重获自由。你以为丁义真的爱你？你知道他在你怀孕的时候还背着你寻花问柳吗？夫人，他没有背着我。夫人，我们生来命不同，你是天上月，我是地上泥，一个在那，一个在这儿。你把男人当玩物，我把他当登云梯。下次再见，你就得唤我一声丁夫人了。是吗？我拭目以待。
年关刚过，他就把那婢子抬进了门。不然呢？他那肚子已经显怀遮不住了，母凭子贵嘛。丁义他爹娘就等着这孙子生下来，立马上族谱呢。那两个老东西真是昏了头，竟也同意一个婢子做正室夫人，还真让他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哼，就看丁义这根枝头能让他撑多久了。您这么盯着我看做什么？你最近莲花巷去的勤，听说你在那儿养了好几个相好的。我是个女人，又不是块石头，我心里可以没有男人，但我床上不行。我只是不想再和男人交心，又不是不想和男人亲嘴。你呀，说的这叫什么话？玩玩嘛。唉，人生苦短，为娘的也只希望你活得快乐。婵儿也希望娘亲快乐。娘亲现在的日子快活得很，开心着呢。就像他们说的，这人间寻爱难得，可寻欢，有银子就够了。而我最不缺的就是银子。姐姐，你最近的伙食很好啊，腹肌都要没了。哪有？那今晚姐姐陪我练练。姐姐，手往哪儿摸呢？这是在铺子里，我可不想白日宣淫啊。不行吗？杜林，你这么针对丁家，是因为忘不了我吗？多大的脸呢？你怎么越老越不要脸呢？杜林，你就是故意的！你明知这次与宫门山庄的生意是丁家的翻身之争，你却用那么下作的手段抢了丁家的机会。是啊，我就是故意的，怎样？这些年丁家势头渐颓，我闲得没事就在生意场上给丁义下绊子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确实忘不了你，我记仇，我见不得你过得好，我就是要看到你一身狼狈落魄潦倒，然后我来落井下石才高兴，怎样？从前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，但你也没必要做得这么绝吧。灵儿，怎么说我们也有多年情分在的，难道非要把丁家赶尽杀绝你才满意吗？以前是情，现在是仇。丁义，这是你自己选的路，怨不得旁。夫人，丁家完了。恭喜姐姐，心想事成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是你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是啊，我提醒过你的。一个女人若是将她的一辈子压注在一个男人身上，往往会输得一无所有。纵使你用尽手段搭上了登迷梯，可梯子塌了，也不照样摔下来，摔得这样狼狈。凤凰之所以是凤凰，是因为它生来便具有翱翔9天的力量。至于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哼，不过是那只麻雀在枝头做了一场白日梦，枝头断了，摔得它原形毕露，就又变回那只灰头土脸的麻雀了。杜林，你凭什么看不起我？换做你是我，生而卑微，任人奴役，你未必能走到我如今的地步。你以为你赢过我了吗？你不过是全倚仗你爹给你留下的家业，你不过是投了个好胎。没有杜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可我偏偏就是有个你永远都比不上的家世，这份家世足以让你永远也越不到我头上。这就是现实，别做你那痴心妄想的白日梦了。下辈子投个好胎吧。娘亲，姐姐，人都齐了，这么热闹干什么呀？我和小叔叔们给娘亲你准备了生辰礼物。快走快走，我们去过生日。如今只随云翩跹。
我跳的如何？姐姐喜欢吗？好看好看，跟天上下来的小神仙似的。你冷不冷啊？春这么薄，快下去换件衣裳。还好，屋里有地暖。那也冷，快去。下一个表演者是白鹿和荣羽，姐姐慢慢看，我们有好多表演呢。好好好，家里人多了就是热闹，过个生日都能排出来一出联欢会。一层月滑落一层衣，秋冷雨四季又几许？问落月借一份秋意，小城外是人。你们有心了，送的礼物我很喜欢，那我也送你们一个礼物吧。这是你们的卖身契，拿吧，想走随时可以走。姐姐这是何意？你才带我们回家多久，就腻了旧人，容不下我们，要找新欢了吗？我这个人最恨欺骗与背叛，你们可以离开，但是留在我身边一日，就不能背叛我，否则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不想离开姐姐。姐姐，我们都是无根漂泊之人，没地方可去的。这么久以来，是姐姐给了我们一个家。都不走。好，你们贪财，我贪欢，咱们不论真心，只谈风月，就这么过下去也挺好。那我们继续，演出还没结束呢。下一个，耀灵的昆曲儿。你还会唱昆曲儿？我还会唱《梁祝》嘞，我的拿手好戏。我还以为你最拿手的是18摸呢。姐姐啊！长儿，小叔叔唱的好不好？给他喝个彩。不动情，无妨红尘去我愿。